咬下去像海洋在你嘴巴里面办演唱会，迷你套房花钱买一个我值得的幻觉，大片落地窗非常有戏，顿时领悟到原来人生没有目标也没差。看到鲸鱼几次华丽翻身入海，觉得我冷死也值得了。庞大的游轮在冰山跟雪峰面前瞬间变成道具。Hello， 我是 Mrs. Lee。有人说阿拉斯加邮轮是退休后的事，我就问，你以为冰河会配合你的人生规划吗？它退的速度跟股市崩盘一样没预警，一眨眼就融光了，跟那天你打开股票的 App 发现账面上蒸发一台车一样痛。是的，5月初我2刷阿拉斯加邮轮了，稍安勿躁，不是因为有超能力，是焦虑快要看不到冰河了。这种等级的风景不分年龄，你会因为还没退休就不想去看极光吗？人家地中海有历史，日本有温泉，加勒比海有沙滩，那阿拉斯加呢？是现场直接 live 给你上演世界级的壮观冰河，视人品而定，有时候还有冰崩音效哦，是不是开始有感了？这次我们搭的是 Norwegian Joy， 住迷你套房，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嚣张？等等来看看是豪华还是豪小。舱房正式名称叫做 Club Balcony Suite Sailed Away Guarantee， 也就是保证舱等的 Club 阳台套房。念一次要5秒，舌头打3个结，念完比我打开行李还累。本片我都会统一称它迷你套房，简单明了，嘴不打结，观众不打哈欠，大家就将就着听嘿。影片会带你从西雅图出发，看看船上的吃喝玩乐，再一路赏冰河、追鲸鱼、跟熊对视和螃蟹眼神交汇。最后我也会告诉你，我的船票到底喷了多少钱，值不值得？对，我打算全盘托出，毫不隐瞒，没赞助没包袱，讲话可以特别大声啊。舱房，先来看看房间。这次我们订的是迷你套房，因为价钱跟阳台房差不多，当然是冲啦。这个迷你套房就像打了类固醇的阳台房，空间大一咪咪，但就是有感，沙发一看就知道能躺能滚，还有浴缸可以泡，莫名的尊爵感。洗手台采双水龙头设计，刷牙洗脸不用等来等去，有效降低和室友旅途中争先恐后弯 gay 修爬的风险。光这些基本升级，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瞬间被系统提升了一个档次。但是它又没有贵到要我回家天天吃泡面配白开水，有种小升级大满足的爽感，花钱买一个我值得的幻觉。阳台空间就是手打开刚好撞墙的深度，翻跟斗会上社会新闻，但是翻白眼的自由还是有的，安全又疗愈。讲白一点，就是设计给我们这种嘴上说要省钱，身体却想升级的人。果然身体是最诚实的，手也不争气，不愧是资本主义，邪恶的很精致。邮轮公司你真的很懂耶。你问我跟阳台房比起来加了几分？满分10分的话，加2分。房间安顿好了之后，饿了吗？我们赶紧来看看在船上怎么吃到扶墙。在邮轮上一天下来都吃几轮，数字我不方便说，怕你们报警。每次吃都不是因为饿，是经过的时候闻到香味，身体又很诚实，自动的排队了起来。明明早餐才刚吃完，一转身就走进午餐的战场里，手一滑又拿了3盘，真是不争气。来看看霸王餐，也就是不用再额外付费的自助餐有什么样子的菜色。早餐有现做欧姆蛋，排一下队就有人帮你开煎，端到甲板上配着海风吃，像极了没有行程的小贵妇，假的但舒服。午晚餐也很给力哦，有烤猪肋排、鲑鱼、烤牛排，还有健身界的终极敌人烤大猪腿。口味也很国际哦，有印度菜、泰国的 Tom Yum Soup， 喝一口嘴巴直接跳泰拳。然后居然还有气场强大的肉燥面，很像泡面那种肉燥面本尊，吃一口仿佛听到 Seven 的欢迎光临，这个至少2碗起跳才会甘心。也有三明治、水果，那你说这么多菜，水果吃来做什么的？做效果啊，安慰自己用的。甜点也是必备，入口的时候嘴巴在演奏交响乐，1个小时后胃在唱摇滚乐。
吃完觉得幸福，穿裤子的时候觉得报应。正式晚餐的霸王餐在这艘船上面有3家餐厅任君选择，菜单一样，但气氛不同，适合用来满足我们这种只换背景就觉得人生有变化的旅客。前菜有吃到意式番茄烤面包、烤干贝，这个一咬下去，整个嘴巴在度假，立刻回头加码1盘。也有意大利面、烤乐排、牛排、泰式炒河粉，加价25元就可以吃2条龙虾尾，咬下去像海洋在你嘴巴里面办演唱会。还有西班牙海鲜炖饭、烤猪排、鱼排，甜点有烤布丁、提拉米苏，这个跟皮拉提斯应该有亲戚关系，又提又拉的，光听就知道吃了可以保线条。还有熔岩巧克力蛋糕、烤布雷，需要额外付费的主题特色餐厅也有不少间，像是有牛排馆、Ocean Blue， 吃的就是生活在邮轮外面那片大海里的朋友，海鲜、日式铁板烧 Teppanyaki， 法式料理 The Bistro， 吃什么不重要，每一口都能让你在邮轮上活出普罗旺斯午后的错觉。微微也有意大利餐厅，左地中海阳光和托斯卡尼田野的风哦。吃饱喝足后，真正的问题来了，到底要先去玩还是先去躺？喂，不能坐在那边等消化啦，脂肪不会自己蒸发，赶紧来看看这艘船上有什么热闹可以凑。娱乐表演有魔术表演、comedy shows。这次的2位脱口秀表演者笑点密度很高我上个笑都还卡在喉咙，下一波又来了，难怪场场爆满，不提早去卡位，只能在门缝吸笑声。然后也有劈腿折来折去，人在天上飞的表演，这个我光看就差点闪到腰，实在佩服。唱歌表演怎么可以少呢？还有披头士歌曲经典重现这些娱乐表演的声光效果堪称尾牙只差没抽奖。游乐设施也没少让你失望。我之前的影片就有讲过，近代邮轮一艘比一艘疯狂，不是银发安亲班让你吓到叫妈妈。阿公只看5秒就说不可能。还没看过那支影片的，请按上面。有看有保佑，有笑有腹肌。你看看这个滑水道，要你在接近0度的气温里面失身挑战，而且中间还有一段飞出船边，悬在太平洋不小心没尖叫出来，都对不起设计这个设施的工程师。赛车场虽然不是最新世代的设计，它当时好歹也是全球首座海上赛车场，开下去还是很有势，可以跟风比速度，爽感直接拉满。迷你高尔夫，这个在第17层甲板，风这么大，打不好当然是气候问题，跟技巧无关。其他活动，健身房，我每天都路过，视觉燃烧脂肪就觉得有效果了，精神有道，卡路里自己就会怕。SPA 区我本来也想进去享受一下，但是拍拍自己浅浅的荷包后，瞬间整个人都松了。电玩场走进来就可以热血 PK， 刷房卡就可以上场，走出去只剩羞辱感。Observation Lounge， 大片落地窗配沙发和咖啡，有山看山，有海看海，非常有戏。坐下后立刻觉悟，人生其实可以没有目标酒吧，邮轮公司非常懂事，每走几步路就给你一个酒吧，让每个一大早就想要操练肝脏的乘客都能够有志者事竟成，非常励志。赌场，只要你坚持，从睁眼赌到闭眼，也没有人能阻止你，这就是毅力的表现。拍卖会，这个拍卖会气氛超有势，免费给你酒喝，暖气爽爽吹，主持人讲的口沫横飞，我一度觉得自己真的懂艺术。看到其中一幅画起标快8万美金，我差点举手喊没我的事，我走先。这艘船我之后还会做一支影片深度开箱，到时候也会分享2个跟房间相关的小插曲。放心，不是什么蟑螂出没的8点档剧情，是那种出门在外你会想知道也真的用得上的经验谈。
像是我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跟船公司沟通，争取补偿，不是乱喷，是理性沟通哦。遇到问题，该有的权益不能装没事，出门玩也要会保护自己。这些细节我会在下一支影片通通讲给你听，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爆雷现场哦。接下来重头戏登场，画面美到你可能会以为自己转台到国家地理频道，但是我不允许你怀疑自己，没看错，是阿拉斯加本人太有戏了。Ketchikan 船靠港之后，我们就像野狗冲出笼，立刻杀去 Ward Lake。这里美到像走进 Windows 桌布，重点是没有观光客，是 local 才去的密点。之后我们直奔 Totem Bite Park。这里是一部活生生的阿拉斯加原住民文化教科书，图腾们每个都有故事，个个站姿超挺，比我熬夜后的精神还好。最后去 Downtown Ketchikan 重温当年情怀，那时候走的是爱情步道，现在走的是特价雷达，目标明确，哪家纪念品店便宜又有买5送1，勤俭持家不只是美德，是江湖旅人的生存技能。Juno跳上岸后，立刻冲去朝圣 Mendenhall 冰河，跟我2009年来的时候一比，很明显有退缩，退得比爸爸的发线还干脆。我一查，根据官方说法，从1984年到2023年，他已经默默退后了1英里，还偷偷瘦身2000英尺，完全走一种低调不回头的减重人生。但是气场还在，想看的人真的别再拖了，气候变迁随时会让他怒提早退休。接着我们开启了赏鲸行程，气温低到让人怀疑人生，被海风扇到不要不要的，但是看到鲸鱼几次华丽喷水，翻身入海，水花洒得比拉斯维加斯的秀还到位，立刻觉得冷死也值得了。下午回到市区，火速进餐厅和 Alaska Golden King Crab 四目相交，他眼神空洞，毕竟只剩脚；我眼神坚定，毕竟等很久。一咬下去，肉厚甜鲜，牙齿瞬间发出感谢祭的颂歌，这餐直接封神。Glacier Bay， 当游轮缓缓开进 Glacier Bay 的时候，两侧雪山层层堆叠，堪比童话场景下凡。自然版的4K 萤幕还不用插电，现场没有海浪声，非常宁静。旁边的小孩忽然问妈妈：“远远那个冰可以吃吗？”全员听得一清二楚，无不压抑着人中，生怕笑出声音来。途中我们还遇见了另外一艘游轮停在冰河前面，庞大的游轮在冰山跟雪峰面前瞬间变成道具，就像一艘玩具船，谁家的浴缸玩具不小心飘出来的那种感觉。冷风吹得很有品味，没有一点点杂质，冰河本人亲自过滤的，限量发送，每吸一口都是成就，连鼻毛都变高尚了。但是再美也掩不住那淡淡的辛酸，跟2009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相比，冰河本人真的退了不少。不能等老了才来看，退得之快，就像我脸上的胶原蛋白，说再见就再见。这一些变化不吵不闹，但是每一眼都是一句提醒，有一些风景不只是值得来看，更是不能等。Skagway， 游轮还没出发之前，我们就手刀订好火车票，当天一早满心期待，准备上山追景。当火车慢慢爬上山，窗外的风景从绿林变成白茫茫，最后直接进入纯明信片模式，眼睛所见之处白雪皑皑，诚意满满。不过气温没有再跟你客气的，我们几乎全程站在车厢外面拍照，不拍会后悔一整年，拍了只会后悔3小时，很甘愿。Skagway 小镇呢，本身就超有历史味，它是淘金热时代的重点补给站，淘金客无不希望翻身变成富豪，虽然大多数只换到腰酸背痛。现在的小镇保留了那种西部拓荒的复古风，木造建筑、仿旧招牌，就是一场怀旧滤镜的行走实境秀。Sitka， 来到 Sitka， 我们一个人花了5块钱买公车 Day Pass， 杀去 Fortress of the Bears 看熊。枝枝萌样，直接攻陷所有人的心房，现场观众纷纷沦陷，都抢着把他们打包回家当室友。接着去 Raptor Center 来看猛禽，
个个都有悲伤过往，听起来很心碎。看到的老鹰大多是无法回归野外的，但是还是霸气外露，气势不减，抖一下羽毛，连风都得让位。然后我们到了 Sitka 的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再沿着 Sea Walk 散步回市区，吸一点历史的空气，再来一碗街上阿伯卖的 Alaskan Gumbo， 味道很好，就是温度有点像他的人生。热情已过高峰，现在偏温和。Icy Strait Point， 下船后，我们一支小雨伞，试图撑起一点浪漫情怀去搭缆车，一路往海拔1300英尺高飘上去。我一看就知道这里的景色不简单，只是碍于害羞，通通躲在雾后面，看拢无，有缘分才能解锁。当地人说，天天都能看到熊，常常一大早就出现在湖旁，给大家惊喜。这里的高空滑索号称地表最长，一飞冲下，还没尖叫，嘴巴先灌3口语，连发型都还来不及乱就到终点。接着原本想要走到 Huna， 结果雨大到弃权，沿路就能赏金，相机拿起来就拍到了，感觉人品不错吧？沿路的餐厅都有卖 Alaskan Reindeer Chili， 这倒是真的有 reindeer 肉的。原来圣诞老公公的好朋友才华洋溢，还有不同的贡献。当大家都上船后，缆车停驶了，雨也停了，美好的一天，爽！到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我们一路散步到有名的 Finest at Sea， 点了烤比目鱼 taco。原本以为是给观光客交差的，结果好吃到我开始质疑，以前吃的到底都是谁煮的？隔壁 cafe 的 Bannock 烤面包，一咬我就懂，它不是面包，是命运的淀粉安排。吃饱喝足后，开启观光客模式，海港的风景、议会大楼的 Empress Hotel 通通不放过。接着走到北美第2古老的中国城，顺手踩点一间看起来很有戏的港式点心店，咬下去的第一口，觉得我到底为什么不直接回船上吃buffet就好？然后搭了 Uber 准备回到船上，司机先生竟然也是台湾乡亲欸，瞬间进入8点档的相认桥段，这个结尾完美的太离谱。连我自己都忍不住感动起来。回到西雅图，最后一天，乘客们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下船，回家又要开始煮饭洗衣服了，还要想3餐要吃什么。下午3点的飞机，所以下船后跟家人碰面，逛逛这个明明很美的城市，但是我却人在岸上，魂在海上，全身眼神涣散，心不在焉。必须来点热食补补身体，毕竟已经离开邮轮2个小时，没人伺候，心里空虚，胃更空虚。晕船，这次这个行程我们都没有晕到船，只有一天海况比较有感，走起路来有点不稳。我发誓绝对不是因为喝茫，头没晕，胃也很争气，双方高度配合，撑起吃buffet的荣耀。船票费来卖 gay 啊啦！刚刚是不是都没有在看风景，只想听我到底船票花了多少钱？我们是开船前6个星期订票的，10天的行程，迷你套房每一个人1178美金，平均一晚大概是118块美金。当时阳台房每晚才98块美金，我当时差点以为自己在考选择题，还想偷看答案。每天只差20元美金，不冲吗？这样会对不起资本主义的用心良苦他真的很坏，一出手就让我升级自我感觉良好模式，然后还让我每天走进房间都想给自己拍拍手。那住迷你套房是圆梦还是冤枉？我觉得不重要，因为资本主义早就帮我决定好了，我只是顺势被牵着走。每天坐在沙发上，都觉得自己突然很懂生活，比昨天的自己还尊贵，还自带一种花钱花得很有文化的错觉。所以你问我值不值得，我嘴巴上说不需要，身体却很诚实。那到底阿拉斯加邮轮值不值得？我们先不谈房间升级、爽感多高、风景多壮观、吃得多饱，光是你站在甲板上，看着冰河缓缓出场，四周安静的像世界在呼吸，那一刻你会发现，有一些风景不是值得多看，而是不能错过。冰河真的绝美，但它不是唯一的主角，你还会看到雪山从蓝天下叠出一种童话感，火车开进白茫茫山谷，进入明信片模式，还有那片像 Windows 桌布本人降临的湖光水色，遇见鲸鱼本人华丽喷水，整艘船都在忙着找下巴，因为很震撼。
整趟旅程呢，是你会记得一辈子的体验，吃着看着风景，一路被服侍到感动，不用风餐露宿，只要搭上邮轮，时间会帮你铺好路，有人会伺候你，然后大自然会在你眼前亲自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大秀。你会很平静很感动，然后脑中冒出一句老派又诚实的话，哇，这个世界好大，我应该要多出去走一走。所以值不值得？如果你是用划不划算在脑袋算的话，那答案是值。但是如果你问的是这一趟在你的心里会不会住很久，那我只能说 absolutely， 而且住进来还不打算搬走哦。这是一次还好我有来的人生片段。船上有很多的乘客，这一趟都是2刷或是3刷，甚至更多刷阿拉斯加的都有。它不是最便宜，也不算好轻松，但偏偏就是让人甘愿再来一次。绝美景色会让人自动闭嘴，到处找下巴的那种。站在现场会感觉世界在你面前活着，那不是什么网络照片可以替代的体验。至于呢，你说其他的冰河航线，像是南极、智利、北极，也都迷人的要命啊，没错，但是代价也高的要命，航程长，费用高，装备多，风浪不客气，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说走就走，也不是每张信用卡都撑得住的。阿拉斯加的邮轮路线是相对贴心的选项，熟门熟路，选择多，价钱合理。你一边吃 buffet 一边拿热茶，在阳台或是甲板上看着冰河现场 live 直播，身体很舒适，心里很深刻。这不是广告，也不是我卡刷完才说值得，是我第2次来还想去第3次的真心话。趁冰河还没打卡下班之前，来一次阿拉斯加，你不会后悔，最多只会冷凉一下下。我没有团队，没有赞助，没有小编，有的只是一张嘴，素材靠自己，剪片靠毅力，唯一稳定输出的只有焦虑。每支影片产出之前，我都先经历一场心灵风暴，然后和记忆卡一起走向崩溃边缘。如果你有笑一下，点个头，或是哪一句刚好戳中你，那就请你按个赞，留个言，订个阅，顺手分享给那个永远都说明年一定要出国，结果年年卡在 Google 地图的人。谢谢你愿意看到这边，你的小小一点互动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算是帮我续命。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谢谢，拜拜。